比如说他是5000，10年就5万嘛。对啊，一次性给你没问题。对啊，是吧？那你一来了就好多人来的哦，我们一来会有人来的哦。他们一来会到我欺负人家去了，不过我不住了，我不住了，明年不住了。来，你看你住下。我们这个房子呢是一栋砖房啊，它是也有10多年没住人了，大概建了有30多年了。我们是把车停在路上，实际上车子是可以开进来的。哪里来的不这边，这条路是可以开进来的。然后你把这边草一砍掉，车子就可以开进来。然后这边也都是他们家的地。那我们不是说有个猪圈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这底下。这底下有个猪圈，你看哪看得到这个？这一个就是帮他爬爬。你帮他拍的，你帮他拍一下看。这算是靠近邻居，还稍微有点远了。这个没人住的，这个没人住的，这里没人住的，这不是河边？对不对？这个是谁的？这个也是这户主人家的，是这户主。所以你买下的话，这块也是的。这个是买还是租？可以买，可以租。买的话，之前到和我谈的是15.8，租的话应该是差不多要4、5千一年。买多少钱？15.8，这么贵？15.8万。其实你要想农村的一个地基有这么宽的话，你便宜的话他卖给你，他自己觉得划不来嘛，是吧？是你的房子，如果几万块钱像这样的房子，你愿意卖吗？永久性标志。这肯定是永久性啊！你买了就永久是你的了，不可能，因为你那个产权的农村的宅基地不能够转，不能够流转。你不能够流转，但是你买下来的房子的使用权永久性是你的了，是吧？那我就把合同签好了，然后比如说我买了之后，我在这里改造花了50万，如果你要收回去的话，你就20倍的赔偿我就行，合同可以这样子写了，是吧？我可以好多倍的赔偿我就行了啦，对吧？这个树也是他们家的，这个树也是他们家的。这个视频应该是明天就可以发出来。你肯定要装修的。肯定要装修啊！你租农村的房子都要装修啊！你不装修的话是住不了的。你这个墙都要刷白，而且住的话，我建议把这窗户要开大。刷倒不用刷，你这个石膏棒。起码要5年以上你才能够改善，不然的话又改又住哈。你没5年，你装修好都没用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租个1、2年的话，我建议你租那些好一点的房子，不住的。要么就租他10年8年，是吧？对啊，你10年8年这样子。这个可能，他叫我来看看，他问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那个地方。你看那个小这种，像这种。70岁，那个人呐，那身体啊，来回整不好了。对。所以就在准备在家里住的了。那走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厕所。这个地方搭一个台子的话，刚好可以搭个2层。这个主要是这个最重要就是这个是主人家就是好了。这是主人家的就好。这个呢，底下这个就不是主人家的了。那他可以和他租啊。可以租啊。然后我把它租下来，我拆下来，因为他就点的。这个水会淹到大概几天时间，不会淹得久。对，这里有人住。有人在这里睡嘛。以前这里全部都是老宅基地啊。这个就是老宅基地啊。老宅基地，现在大部分的房子，你看这些池子啊、化粪池啊什么，这些地基啊都是看得到，对吧？它底下修了水坝就变成烟雾室，很多房子就搬上去了。这个就是上面那栋楼的，这个是别人的大楼的。这个2层半的那种好的房子的那栋楼的。对。那个香港水那么好。我今天看到它很高，其实看不到下面。看不到的，你怎么看得到的？这个他说。就是说，你就和他说，这个可能可行性啊。我不因为他来之前，我等你看看那个。他来之前我说这栋房子，他都没所谓，就最重要这个地方能不能10001年，我想不会是大问题。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东西，要么就一起租过去，他把它拆掉，然后他走以后帮你接回来。可以。就是说因为你租过给我们。我给你钱你了嘛，是不是？反正我走那时候，我不是帮你建回来，再给回你一样的嘛，这个住。我到时候帮你建回。对，他就说，
你说还是这样说，打一排那个梳子，那个铁啊，它就缝出来，像你是喝茶的，这对面再搞个，就是像你那个平台一样，就说你现在1楼。楼顶那个地方，你不是要做那个东西吗？对对。他就想做这个地方。第二个就实际叫我看一下题目，等一下我要想一下，对，想一下是否可以得到车。你不说没用的，要看，要实际看看那个进不了，进得来没有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先看这个，这个房子就定下来，先看一下，再还有其他再看看。这个房子它定是租，那个房子是说。15万8那个房子，15万8是这个房子的。这个房子可以卖可以租。那他要租10年，叫石头给我买下来，再租给他就可以了。他一次交10年的租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这样。那也可以啊，你叫他一次交10年，我把它买下来嘛。对啊。我买下来就是你再帮他修一下，对不对？也可以。10年也是，比如说他是5000。10年就5万嘛，对啊，一次性给你没问题，对啊，那你就给平台里面卖东西了，我不卖东西的，我都不卖东西的，人家专业的，他草多他就蚊子多啊，你把清理干净就没那么多蚊子了。这个门是代表啊，你这么多地方肯定蚊子过来没手工的，他们，这个要想扩建2楼的话也可以做。那也可以做，就我们现在修的那套房子不是变成了2楼了，对吧？你这个房子呢，说白了，如果说15万8，卖不出去的，100%能要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一个，你这个土地没有流转，那个土地不是人家买那些都是买土地，这个一个这个建筑物你值多少钱？这个是值不了多少钱，但是你要想站在老百姓的角度，你便宜了他会卖吗？那，对你卖，他要卖给你了之后，他也不可能把这栋房子搬走，然后他把地拿出来是吧？他卖了之后，这块地也就是你的了，谁买就是谁的了。那我们走下来看看好吧？你要去看一下是吧？我从抬，他这条毛坯路已经修好了，你只要把这边砍掉的话就可以，对，走的。证明你说稍微硬化一点点。证明你说的是，汽车是真的。对啊。我拍视频本来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是吧？10万，听说就10万。如果你只是租的话，一年一交的话，你想让他把底下拆，我估计很难。对，他没花好多钱，他干嘛要费这个力给你去做这个事情？想都想得到。我帮他租不行吗？就我们去租，看能不能。你租你要拆掉人家的。你要拆掉人家的。那时候我就帮你建回来呀。就是他主要是在他手上他没有几块钱，他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，你知道吧？他就这样子。他房租又不高是吧？一年租金也才几千块钱，核算下来你还300-400块钱一个月，他还去做这么多事情，他肯定不愿意啊，对吧？所以老百姓租房子，他也是考虑站在他的立场去考虑的，是吧？人租户的话，他肯定越便宜越好，是吧？各方面达到他的理想状态是最好的，是吧？但是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算盘去打，有没有木？有木吗？朋友们，刚才李大哥和我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栋房子15万8要卖掉，他就觉得这个价格很贵，因为房子呢，是主人家的地，然后村集体的地吧这个样子呢，如果卖掉的话，整个地基呢还是属于村集体的。我就给大哥说了，我说，你是外地的户口，你在这边买房子肯定是不能过户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买了房子不拆走，直接在这边你重新修建的话，整个房子的使用权、永久性都是属于你的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在签合同的时候也可以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在这边呢也顺便给大家做一个解答。之前很多朋友问我，如果外地的户口来到本地来买房子，这个合同怎么去签呢？比如说这栋15万8，把它买下来的话，那就直接给他签个合同，我在这边所产生的一个装修费用，比如说这栋房子我买下之后，装修20万、30万。所有的有发票是吧？我装修了之后我就签一个合同，如果你主人家反悔要收回去的话，那合同里面直接说了，那就10倍、20倍这样子去赔偿。所以这栋房子呢，
只要你买下，虽然不能过户，但是产生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，可以从合同里面写得清清楚楚。所以说啊，大家租房子或者买房子，你千万不要去怕这些事情，只要把合同签好，这些细节的问题去处理好就没问题了。那现在大哥他们已经走上去了，我们带他们继续去其他地方看一栋木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为大家拍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拜拜。朋友们啊，之前我们把这边院坝的土全部挖走了，现在又拉沙子过来回填，究竟干嘛了呢？给你们来说一下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边我们是打了一根水平线，就是这根，这边的线和那边的模板高度是同一条水平线之上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些沙子呢，大概需要填这么高的位置，然后从这么高的位置打分离土，大概打这么高。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吧？所以以前我们挖的这些土是有点挖多了。那究竟什么原因呢？一起来说一说。之前啊，我们给这个地下停车库打的立柱2.6米左右，但是后面想了想，这底下的楼层就比较矮了。还有一些朋友给我在视频里面留言说，底下的停车库完全用来停车就太可惜了，把它改造成为房间的话，那会更好一些。所以我后面就临时的改变了主意，提高了20公分，意思也就是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模板提高了20公分，那相当于底下停车库的楼层高差呢，大概就是2.8米左右。2.8米是圈梁的位置，那这块板子呢是在圈梁上面，相当于里面的空间是达到了3.2米左右，基本上是达到3.2米以上，所以楼层高度就比较高了。以后把它改做成为房间的话，完全是没有问题了。就是因为这小小的一个20公分的一个改变，所以我们整个院坝之前挖掉的土是挖多了，现在需要回填，再填个大概10公分。有的地方要填10公分，有的地方填个几公分，把它给填起来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分离土就要少用了很多。要是不填的话，完全打分离土也是可以，但是这样子打得太厚了。分离土的话是330，1立方吧，所以说打分离土的成本肯定要比回填这个沙子要多得多。还有这块区域是一个大缝隙，我们这边封好了挡土墙之后，这边大概需要回填1车多到2车这样的一个泥土，所以说这边需要填的东西也是非常多的。之前我们把院坝的土全部挖掉1层之后，是全部回填在这块区域，但是依然是没有填满啊。还有最早的大家记得吧，以前我们做这个地下停车库的时候，我是叫了拖拉机拉了10车的土出去了，给别人50块钱1车拉走的，总共是500块钱。如果知道这边需要填这么多的话，当时候我们直接拉上来，在这边回填也就好了。所以说啊，做这样的事情一开始啊，确实要规划好，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也没想到那么仔细吧，因为好多东西的话，毕竟做了的时候才会去发现问题，才要去怎么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昨天我们是去了阿姨家
拉了3根春木树，晚上8点多钟才拉到改春木的场地，现在还没来得及改，还放在那边，估计要今天下午去改吧。到时候晚上我们再叫拖拉机把板子给拉回来。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整个院坝还是挺宽的。我们之前是拉了一车沙子过来，现在拉的全是土，里面夹着一些碎石头。现在是第5车了，准备拉个6车。之前我们拉走了这样的土是10车，现在又拉进来，全部是放在邻居家的院坝。这一车大概有6方左右，然后再用斗车这样子转移到我们院坝那边。这边是有一根立柱的位置，现在师傅找了一些旧木板，把它给钉起来，然后这边要回填土全部盖住了。以后打粪泥土的话，这边就全部盖住了这块位置，这些模板就不拆了。现在这个位置啊，填了大半天，基本上填了差不多1/3左右吧。基本上这边的土要填平那边的模板。其实全部用沙子来填的话，还没有像这样子一些碎石加泥土的好。碎石加泥土这样子回填的话是最紧的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主要就是我们这上面是不停车，所以转运这些材料之类的还是很麻烦的。都是要靠人工去转运啊。朋友们，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能灯呢，是5、6年之前村里面装的，它的蓄电池呢，应该是在最底下，应该是在这根杆子的下方，也就是在土里面。我们给它挖出来之后，要移到这上面来。那像这样的蓄电池，到底它的寿命有多久时间呢？需不需要我们给它更换一个电池？这样子移上来的话，后面还可以用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边我们已经填了差不多了，给它爬开一下，基本上和那根线是相平的。
我们转运这些泥土啊，全部都是沿着舅舅家的盖岩这边走。这边是去年移房子过来时候就打好的水泥地，所以现在推这样的斗车还比较方便。像这些碎砖块还有些石头啊，都一起拉过去回填到那些缝隙里面。今天我们是有3个师傅做工，2个师傅在这边装土，1个师傅转运。1个上午的时间啊，我们回填了后面的那个角落，加上这边的一些沙子。下午就要去把昨天拉的圈木改好木板，然后拉回到家里面。这期的视频呢，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请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杀猪了，明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了。2口大锅在这边烧开水。我们是在地下车库马路那边杀猪。今天下午，镇上的老板也把一些餐具、桌椅板凳都送过来了，在这边也搭建了一个洗棚。那我们走下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湘西这边杀猪的一个过程。实际上每年的冬天我们都会杀猪熏腊肉，猪是从城里面买过来的，8块2一斤的毛称，总共是580斤，4800来块钱。村里面的老乡都来帮忙了，10来个人杀2头猪，应该很快的。有一头260来斤，有一头是330斤左右呢。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和这些小孩一样的，都喜欢在冬天的时候看杀猪，很热闹。那边有老乡在杀猪，这边有几个老乡在给我们冲洗地板。院子里面灰尘实在太多了，我们用这样的清水给它冲洗一遍，让客人们来有个舒适的环境。已经刮干净了，现在要把猪给挂起来，6、7个师傅这样子抬过去。
还是人多力量大。现在就是杀第二头猪。餐具送过来的时候，我说把厨房定在这边。刚刚老乡们过来看了之后，他们说这边做厨房有点占用地方了，还是把厨房放在舅舅家门口那边，那边更方便一些。整个院坝已经打扫干净了，我们也用水清洗了一遍院坝的地板，那边很多座椅板凳，这边的洗棚也搭好了。整个洗棚我们是搭了木屋前面的3间。这2天如果不下雨的话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搭洗棚了。下雨的话，我们可能还会再搭一个棚子。在我们这边请酒都是3天的时间，第1天帮忙，第2天是正席，第3天就是散席退东西。所以在我们湘西苗族这边有酒席还是挺热闹的，整个村子里面的亲朋好友都会过来。太阳也快下山了，明天就开始要帮忙了。老乡他们在底下杀猪。这几天我们厨房就在这边了，这边倒水也方便一些。昨天下午杀好猪，今天就开始帮忙了。现在把洗棚往外面移一点点，再升高一些。还有很多老乡没有过来啊，先来了一部分。今天晚上灯火通明，我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了，在里面打牌呢。待会儿呢，我带大家去厨房看一下。本来今天想拍点视频的，但实在太忙了。刚刚吃了晚饭，这些座椅板凳就不收了，放在这边。今天又下了雨，重新又搭了一个洗棚。这么宽的院坝，请酒席是最方便的。天已经很黑了。对面的高速公路车来车往，一起去厨房看一看。就在那边。本来之前我们准备把厨房搭在我们家的院坝，但是老乡们说这边是粪泥土，如果搭厨房的话，长时间烧火温度比较高，对粪泥土不太好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厨房是搭建在舅舅家的院坝。这边炒菜有4口大灶，都是柴火灶，总共有差不多60桌左右，准备了60多斤羊肉。今天晚上要把这些羊肉全部切好。今天是帮忙酒，一整天都很忙，视频都没有拍。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明天就是正席了。厨房是最辛苦的，加班加点，把明天正席的菜都准备好。这边煮的是清淡，那边是
猪肚，这个锅是牛毛肚，那边是猪脚，总共有12个菜，8个分菜，4个小菜。那边切的是羊肉。办酒席啊，最辛苦的就是厨房，白天忙不完的事情，晚上还要加班。今天我也很累啊，本来想为大家拍一些视频，分享一下我们苗族的一些特色，但实在太忙了。实际上我们从昨天下午开始杀猪，天还没亮，第二天的天没亮，也就是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去城里面买了菜，回来之后马不停蹄的开始煮饭、炒菜、洗锅，哎呀，好多事情要忙的，一整天了，还没忙完，现在又是晚上了，继续加班加点。明天就是元旦节了。在这边呢，也祝大家元旦快乐，新年快乐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。